嗨，大家好。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中国的侧卫，也就是来自沈飞的歼十一家族。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成飞，介绍一下对于中国来说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国产歼十战斗机。提到成飞的歼十，就不得不提到沈飞、成飞这两个新中国最为重要的战斗机研制单位了。尽管在年轻网友眼里，歼十、歼20等国产先进战机的服役，使得成飞在军迷中的声望一时无两，成落马因此而得名。而沈飞，我上期视频也给大家介绍过，对于苏式战机的魔改，可以说到了地老天荒的地步，似乎给人一种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的感觉。网友甚至极尽嘲讽之能事的将其冠以沈霍一的绰号。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沈飞源自于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建的飞机场。新中国建立后，沈飞担当起最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而沈飞对于战斗机的设计研发工作主要由601所承担。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有所疑问，沈飞和601所不是一回事吗？这里其实有个误区，很多人会说成飞是从沈飞分出来的，但其实沈飞指的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属于飞机制造单位，也就是国营112厂。成飞为成都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国营132厂。这112和132还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误解来自于601和611两个设计单位。601所指的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研究单位，而611成都所的初创人员确实来自于601沈阳所，所以说611来自于601不假，但说成成飞是从沈飞分出来的，就完全不靠谱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611是怎么从601分出来的。时间来到1970年，珍宝岛之战余波未平，苏修磨刀霍霍要灭了中国，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东北自然成为门户。中央决定将601所的歼9设计团队搬离沈阳，这样几百名技术人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带着大批设计图纸和资料远赴成都，到了祖国的西南，组建了一个新的战斗机设计单位，这就是后来的611所。也正是这个歼9团队南迁成都，才奠定了后来成飞的招牌之作歼十。歼9是为了满足当时空军提出的双25指标，即最高升限25000米，最大速度2.5马赫。为了减小阻力并达到超音速性能，项目决定采用无尾翼方案。而宋文聪宋老紧接着提出，在无尾翼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用以改善飞机的升力。这就是大名鼎鼎，并在后来应用在歼十和歼20上的压式布局。歼9项目虽然最终下马，但宋文聪团队经过无数次风洞实验，把能做的压翼加主翼的匹配方案都摸了个遍。尽管压式布局并非中国首创，但611所对其特点的理解和掌握，在当时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可以说，没有此前苏联的威胁，就没有601所歼9团队的南迁，也就没有后来风光无限的611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许歼十后来就会成为沈飞的杰作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沈飞却因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之前讲歼11也提到过，90年代中国被苏27重型战机优异的性能所折服，而当时611正在研发中的歼十被设计为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航程实在有限，而中国广阔的疆域单靠歼十是镇不住的。今天美国的 EP3又来逛了，明天南海岛礁又被窃占了，后天东南某岛又在刮噪了，没那么多歼11这种重型战机根本就应付不过来，而重新设计一款重型机不是不行，但军队等得起吗？所以苏27的生产线最终落户在了沈飞。沈飞也确实不易，仿制本身就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高效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沈霍一指挥抄袭等等的奚落。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沈飞，在空军远程双发需求大增时，沈飞搞出了歼十1B，海军有了航母急需舰载机时，又弄出了飞鲨歼十5，在缺少对地对海多功能机时，于是又有了歼十6。沈飞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交给的任务。至于所谓的指挥仿制，沈飞不过是在那个时代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说成飞的歼十。611所在歼9项目压式布局上积累了至少5个不同的模型和不下2000次吹风，并利用歼9剩余的经费和风洞时间进行了多项性能的探索性研究，这也促成了后来歼十的诞生。歼十1986年开始研制，由刘高桌担任总指挥，宋文聪担任总设计师。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轻型多功能超音速单发压式布局的第4代战斗机。1994年01号原型机开始建造，1998年3月23日首飞。而就在歼十首飞的前一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世界第一款隐形五代机 F-22 也进行了首飞。而几乎就在相同的时间，611所宋文聪的徒弟杨伟总设计师也开始了中国第5代隐形战机的研制工作，这就是后来同样采用压式布局的歼20。这对中国军工最强师徒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同跃上了历史舞台，自此也改变了中国战机研制上只能仿制和跟随的格局。歼十于2004年正式列装解放军空军，这就是歼十1A， 长度16.43米，最大起飞重量19.27吨，最大速度2马赫。在同时携带3个外挂副油箱时，航程可达2950公里，作战半径最大约1200公里。最初搭载单发 AL31F 的改进型 AL31FN 涡扇发动机，到了后续 BC 型逐渐换装国产涡扇10B 太行发动机。歼十1A 之后又衍生了歼十 S 即为双座，为教练机型号，前机身拉长以放入后座，机背也加大隆起，用以放入更多航电系统。除教练功能外，该机型也可用于加强对地攻击型，后座飞行员可以担任对地攻击的武器操作员。注意，进气口上方与机头衔接处仍然保留了跟歼十 A 一样的左右共6根加强筋，这一设计直到 B 型采用了 DSI 进气道技术后才被取消。歼十 B 是基于歼十 A 的第3个衍生型号，换装了无源相控阵雷达，并可兼容中国第4代空导弹。在航电设备及武器系统方面也有较大提升，起降能力及多用途性能都有大幅改进。当然，最大的升级就是进气道。歼十 B 采用了最新的 DSI 进气道，也称棒式进气道，由鼓包和向前延伸的进气整流罩组成。其中鼓包可用作一个压缩面，当空气进入时，使空气减速并增大压力，使得空气得以在整流罩一侧进入进气道。相比传统的进气道， DSI 进气道结构更为简单，重量较小，且有更好的隐身性能。上图的 F-16采用的就是传统进气道，下图是 F-16安装了用于测试 F-35的 DSI 进气道。这是一架搭载了矢量推力发动机的歼十 B， 在2018年珠海航展时展示了眼镜蛇、J-10、落叶飘等动作。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单发的战斗机完成如此高难度机动，惊艳全场。这一方面展现了歼十优异的机动性能，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的矢量发动机技术将是隐身五代机歼20的标配。歼十 B 于2015年停产，产量不多，因为更新型的歼十 C 来了。歼十 C 换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进而可以装备中国最新型的霹雳15空导弹。外形方面与 B 型差别不大，保留了 DSI 进气道设计。材质方面有更多部分调整为达到隐身性能。玻璃化座舱吸收了歼20的技术，配合前视红外目标跟踪设备以及机身传感器装置，其综合信息化水平和对地打击能力较 B 型已有了大幅提升。当然，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机背垂直尾翼上增加了更多的天线。歼十 C 于2013年12月首飞，2015年开始批量生产，2017年7月在建军90周年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那么，国产的歼十在世界同类型战斗机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这种单发轻型战斗机，当今世界最有名的当属美国的 F-16了。F-16自上世纪70年代服役以来，以其优异的性能和亲民的价格，成为4代机中产量最高的机种，累计已超过4600架。强劲的销量也为 F-16的后续升级带来利多，最新改进型为 F-16V，2015年完成首飞。F-16V 安装了新型 AN/APG-83 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并配备新的任务电脑、座舱界面和配套武器，且机身涂有隐身涂料，而具有部分隐身功能。虽然 F-16被命名为战隼，但飞行员们最早对它的昵称是 Weber 毒蛇，这也就是 F-16V 的由来。但 F-16V 无论如何魔改和升级，气动外形仍然为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且始终是一架单发轻型战斗机。美军由于有了 F-35，不会再花大价钱去升级 F-16，而此前购买 F-16的国家也都在购买 F-35的路上，所以落马的这项升级方案就落在了传统大头台湾的身上。台湾上世纪90年代从美国购得150架 F-16AB， 自2017年开始将现有142架升级为 F-16V， 预计2023年全部升级完毕。
但我们知道，一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是雷达，另一个就是发动机。而台湾这次的升级，雷达虽然换装 AN/APG-83，但发动机由于预算问题并未更换，仍然沿用原有的发动机 F100PW220，而发动机代表的是动力、寿命和安全。这样一架沿用老迈机体和发动机的单发 F16V， 应该就不是崭新歼10C 的对手了。再来到欧洲，此前在介绍歼20时，给大家提到过欧洲三雄，即台风、阵风和鹰狮。这3架战斗机跟歼10有个共同特点，都采用了压式布局，展现了优异的机动性能。但台风、阵风均为双发设计，只有瑞典的鹰狮采用了单发。JS39 鹰狮是一款由瑞典萨博集团研制的第4代战机，长度 15.2 米，空重7吨，最大起飞重量 16.5 吨，最大速度2马赫，作战半径为926公里。最新型 391 的发动机也更新为美国通用的 F414G 涡扇发动机。歼10C 曾经在泰国举行的鹰击系列空中对抗演习时击败过太空军进口的鹰狮，不过那次只是 CD 型号，而不是最新的 JS39E。而由于欧洲国家面积狭小，鹰狮更注重易用性和短距起降，公路起降也是其最大的卖点，也是我国 FC-1枭龙战机出口的最大竞争者。法国还有一款单发多用途战机幻鹰2000，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的空军仍在服役，但设计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气动外形相对简单，而且发动机实在坑爹，完全跟以上提到的几款不具可比性。俄罗斯由于国土辽阔，且在美苏对抗下，发动机技术对比美国又相对有限，所以一直都追求双发重型战斗机的研制。自米格23之后，就再无单发战机了。而日本的 F2 虽然同为单发设计，但只是基于 F16改造而来，这里就没必要提了。所以综上所述，在单发、轻型、多用途4代机领域，国产歼10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已达到世界的领先水平。歼10的腾空而起，极大地鼓舞了我国科研人员的信心，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发展世界一流现代化作战飞机的能力，也为后来隐身5代机歼20的成功和中国航空工业的下一步腾飞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意义非凡。好，那